上集说到，神州的中枢神经紫禁智囊团邀请我加入，被我婉言拒绝。而林家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确实震惊不已。爷爷，您确定您老没听错吗？那小子真就当场拒绝加入紫禁智囊团，他是不是不知道入主紫禁智囊团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他连入主紫禁智囊团的意味都不清楚，你觉得智囊团又有可能会对他抛出橄榄枝吗？那他为什么还要拒绝？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拒绝，而是提出既不当编外成员，也不常驻。什么？既不当编外成员，且不愿意常驻？不是，这不是冲突了吗？紫禁智囊团有过这种先例吗？就是没有这种先例，所以智囊团那几位代表才没敢答应他。不过用何正风的话来说，若有这个开先例的特权的话，绝对会第一时间给答应下来的，因为阿宋值得他们去开这种先例。何老那种眼里不揉沙的主儿，竟是会说出这种话来。何正风说，他们几个捆在一块都抵不上那小子。说话间，老爷子也哆嗦起了双手来，那是说不出的激动。因为那位被智囊团第一谋士何正风誉为旷世妖孽的主，是他林朝阳的孙子，是他林家的血脉，是他林家的未来。一进门就听到你们在谈论我，您老都知道了。何正风已经给我打了电话。你小子还是人吗？你究竟是什么脑子来的？要扒开让你看看吗？我怕老爷子活帮我。话说你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拒绝紫禁智囊团抛出的橄榄枝？编外成员对我而言意义大吗？但是正式成员的话，我又不想被束缚在大院里。你们知道，我连经商都是摆出甩手掌柜的架势来，让我成天窝在机关大院里进行各种分析探讨，我肯定会憋疯的。不管如何，爷爷尊重你的决定。对了，林夕，傍晚5、6点的时候有空吗？你想干嘛？有空的话送我去个地方，说是2环内的私房菜馆。2环内的私房菜馆，谁找你过去？王静安。王静安？他找你干什么？不知道，电话里没说，但我想有可能是想向我正式低头吧。王静安那种主儿还会主动低头认怂？许他自己不会，但若是在他爷爷王老的施压下呢？这还把王沧海都给扯了进去。如果王静安的应命王沧海主动进行低头的话，那就不仅仅是认怂这么简单了，大概率还意味着这是一种选择向叶松臣服的意思在里头了。说归说，先是王静安放弃利用林卫东来攻击林家，然后是鹅厂的风波事件上王家毫无动作，现在又是王静安对你发出邀约，并且大概率是奔着向你低头而来。结合这一系列的事儿，王家究竟是有什么致命软肋落在你手上了？你们用不着去琢磨这些，就像我之前有跟你说过的，不要多问，免得让我为难。你们只管知道，但凡有我在一天，王家是龙他得盘着，是虎他得握着，这就够了。你会对王家动手吗？如果王家怕我动手，那就不会；如果王家不怕我动手，那就难说了。这话的潜台词说白了，那就是取决于王家愿不愿意屈服于我。林朝阳吟声愣了愣，一阵沉吟后，最终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日影西斜，直至5点半，林夕才跟叶松开着大路虎离开4合院。王静安不是约的6点吗？就燕京至高峰期，半个小时肯定是赶不到的。如果连等的觉悟都没有，那我还有接受他低头的必要吗？你是真准备将他收编当小弟了？那得看他有没有当小弟的觉悟了。随着时间的流转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不过林夕驾驶着的大路虎，则是在交通小高峰中被堵住，而此时早已过了约定好的傍晚6点。2环内那家并不对外界开放的私房菜馆中，包厢里看着已是指针逼近7点的时钟，王静安也到了发狂的边缘。欺人太甚！再次看了一眼时间，王静安咬牙切齿的自语蹦声道。然而他自己也清楚，这终归是无能狂怒的体现，该等他还是得等。时至7点20分，大路虎才姗姗来迟地驶入那家不对外开放的私房菜馆中。7点20，比原定的6点迟了1个小时20分钟。你说王静安还会在里头等着吗？如果他硬气到已经离开的话，那我恐怕会敬他一分。是条汉子。所以，如果他真走了的话呢？那咱们就吃咱们的，多简单省事。王大少，实在是抱歉啊，有点塞车，来的比约定的时间稍晚了哈。稍晚，迟了将近1个半小时，这叫稍晚？一改先前那无能狂怒的阴沉脸色，王静安强颜欢笑道：“没事，理解的。”殊不知林夕当即阴阳怪气地补上一刀：“刚才我还问他了，说是都迟了1个半小时，也不知道王大少还会不会再等着。结果他说，若是王大少弃等走人的话，那就敬王大少是条汉子。”一股火辣辣的灼热感从王静安脸上莫名骤左，但此刻只能强撑着已经变样的笑容。看来我让叶董失望了。不，你要是走了，那才让我失望。这又是让王静安那俊俏之余颇有几分阴柔的脸上狂跳不已。叶松话锋一转：“王大少，咱们是先聊再吃，还是先吃再聊？”叶董想怎么着呢？不知王大少这次约我出来，是自己的意思，还是王老的意思？重要吗？
如果是王大少自己的意思，那么咱们这次见面的意义不会很大；而若是王老的意思，则就不然了。所以王大少说这重要吗？感情叶董还猜到我约你出来的意图了。所谓意图，除了向我低头之外，我想不出其他可能了。此言一出，王静安的脸色明显一变。不待他接茬，叶松颇具兴致地再声道：“另外，如果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做出向我低头这一决定的，应该是王老吧？不知叶董说的低头，具体指的什么？比如屈服于我，或者说是臣服于我。”叶松没去卖弄什么，直言挑笑道。话声落下，王静安的身体有些明显的微微一颤。即便说事情的确是如此，可从叶松那带着些许戏谑的口吻中直言说出，性质多少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叶董觉得自己受得起吗？我受不受得起暂且不说，关键是你们老王家怕我不受，难道不是吗？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我受不受得起你们老王家的屈服，而是你们老王家怕我拒绝接受你们老王家的屈服。王大少，我说的对不？听叶董这意思，是认为吃定王家了？我认为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老跟王家是否认为我能吃定王家。其实王大少不必跟我兜这种圈子，也没必要跟我玩这种话术节奏的。毕竟从王大少选择约我出来见面谈一谈的那一刻起，那些都已经失去意义了。所以王大少还是直奔主题吧。如果王家选择屈服的话，会如何？王大少，我想我有必要纠正一点，那就是王家还有不屈服的余地吗？如果王家誓死不屈呢？虽然我是林家人，但我并不是在林家的熏陶以及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的，所以林家贯彻的那一套宗旨对我来说没用。为此，对于王大少的这个问题，我能回答的就4个字：自求多福。听闻此言，林夕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叶松他这是想让王家为他所用，这你就不怕王家忍辱负重，有朝一日翻过身来？看过《西游记》吧？孙悟空被压在太行山下500年，到来头即便取得真经成了斗战胜佛，他又有跑去找如来佛祖的麻烦吗？或是说，他又敢去找如来佛祖的麻烦吗？王静安的脸色再度巨变，过去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王家大少，如今似乎早也不复存在。在那骤然巨变中，汹涌起了无尽愤怒来，把王家比喻成孙猴子，或许谈不上有多过分，可对方把自己比喻成如来佛祖，把孙猴子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如来佛祖，这对王家又该是何等的羞辱！你要知道，不管是王家还是我，都不可能会任由你来肆意剥削以及没完没了的践踏尊严的。肆意剥削、践踏尊严？不，我剥削你们王家干什么？我践踏你们王家的尊严干什么？我有那个必要吗？忘了我刚才说的吗？和谐发展，共筑美好的明天。基于此，你们王家可以将此理解成咱们彼此之间是在合作。合作？就你之前一而再的威胁，你他娘的管这叫合作？和你仙人板板的做呀！王静安的情绪差点没被叶松这般冠冕堂皇给整失控，不过他还是忍住了。既然是合作，那王家能得到什么？你口中所谓的共筑美好的明天，又是怎么个美好法？王家还是那个王家，你王大少还是那个王大少，还是49城新生代第一人。区别只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希望能看到王大少跟王家义不容辞的态度而已。换而言之，是让我王静安跟王家为你所用。说句自大点的话，有我在，你王静安能在这个时代中折腾出多大的浪花来？有我在，你王家又能在跟林家的博弈斗争中掀起多大的浪潮来？气场陡然一变，不再是那副人畜无害笑咧咧的样子，霎时间不只是王静安，就连林夕也都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强大压力笼罩袭来。直至叶松的气场退去后，他适才暗暗舒了一口气。只是没等他应声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掏出看到是老爷子王沧海的来电后，神情再试一遍，朝叶松做了个稍等的手势，接着拿起手机快步离开包间。爷爷，你跟叶松的交谈结束了没？没有，那厮混账迟到了将近1个半小时。刚得到消息，就在今天早上，叶松那小子前往紫禁智囊团的大院驻地进行了拜访。然后呢？叶松跟以和正风为首的几位紫禁国士展开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，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，但最后是紫禁智囊团当场给他抛出正式成员的橄榄枝，不料被他当场以生性散漫不想被拘束给拒了。为此，智囊团那边为了让他加入，再次抛出编外成员的橄榄枝，可仍是被他拒了。大概意思是看不上编外成员，而在紫禁智囊团的相继言说下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来，那就是既不想常驻机关大院，也不当编外成员。换而言之，想让他加入紫禁智囊团，就得接受他的条件，以紫禁智囊团正式成员的身份，不受拘束的自由来往。这在紫禁智囊团的过往历史中，从未有过如此先例。然而据悉，目前紫禁智囊团的首席国士们是一致愿意给他破这个例，就看紫禁最高层那边会不会允许批准了。他怎么会？跟你说这些，是希望你能带着新的认知介入到彼此的交谈当中。
就在您给我打电话之前，他说出了他的意图，他想让我以及咱们王家能够为他所用。那你就看着办吧。